乾隆皇帝的时代是大清帝国达到极盛的时代，依靠流干满洲人的血，第一次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囊括了东北亚、内亚和东亚的超级帝国。或者说，这就是中国人梦寐以求，但自己却无力做到的大一统。而同时代的世界正在飞速改变着，内亚的重要性让位给了真正的海洋。西欧、北美在大航海时代开始走向现代文明。大清帝国取消了中国人几千年的人头税，采取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的财政政策，促进了中国地区人口的暴增。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番薯、玉米等农作物输入东亚，养活了新增加的人口。但中国农业区地少人多的情况很快出现。地广人稀的满洲吸引了中国移民的注意。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下，满洲作为三将军辖地，即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治理模式与编户齐民的中国18省完全不同。三将军多为满洲本土勋贵，且父子相传，保留了完整的封建性。社会组织多元化，政治经济上接近完全自治。而且关外八旗不像入关八旗那样迅速腐败而丧失战斗力，这是大清帝国对金帝国教训的修正，因此也像金世宗那样提倡国语骑射，保持满洲的文化政治传统。然而帝国化的代价是高昂的，清世宗雍正帝时代也与金世宗完颜雍如出一辙。尽管意愿上希望保持满洲传统，但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是使入关的旗人迅速走向腐败，政治上则走向绝对的皇权。如同金帝国废除伯吉列制度一样，大清帝国也废除了八王议政的贵族民主，设立军机处，皇帝逐渐成了绝对的独裁者。而这种正常人看来的倒行逆施，恰恰特别受到中国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赞扬。大清帝国仰赖满洲的人力和自发秩序，因此有意识地对满洲进行保护，体现为封禁政策，即禁止关内的移民进入满洲开垦、采参、捕猎等，以防止破坏满洲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改变满洲居民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从而导致战斗力的丧失。但封禁政策并未贯彻始终，来自燕齐等地的移民仍然陆续进入满洲。同一时期的西半球，1620年5月花号载着102名清教徒跨越大西洋来到北美新大陆，希望建立一个符合神的律法的国度。同时代，满洲八旗5次入关时，数十万中国饥民跟随王师迁入满洲，安居乐业，并加入旗籍，建功立业。1792年，英国马贾尔尼使团出使大清，因一系列外交纠纷，大清帝国拒绝了通商传教等要求。此时的大清帝国已经完全变成中国化的官僚国家。尽管高产农作物延缓了农业社会兴亡周期，但社会矛盾仍然不可避免走向尖锐。白莲教等秘密宗教团体不断发动起义，南中国的部分士大夫仍然希望使中国摆脱大清统治而独立。
1840年，由贸易争端加剧引发的清英战争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大清帝国开始逐步开放东部沿海的城市，融入世界经济循环。1856年，因外交贸易纷争，大清与英法爆发亚罗号战争。俄国趁火打劫，以军事占领和外交恫吓，强迫大清帝国割让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随后又通过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交骗局，以调停英法为名义，成功获取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满洲东部的全部海岸线。从此，满洲被分割为内外满洲，并失去了东部出海口。外满洲的丧失引发了大清帝国对满洲本土前途的担忧，因此取消封禁，移民实边。大量移民开始进入满洲，移民的最主要来源地是燕齐两地。幽燕地区本身就是满洲的地缘和血缘的延伸，与胶东半岛北部、满洲南部同属环渤海圈。这一地区从上古时代就存在频繁的人口交换。辽东半岛与胶东半岛在冰河时代曾有路桥连接，本为一体，直到海平面上升才形成2个半岛。从分子人类学角度看，山东北部地区的阿尔泰系、西系丹贝群人口占近1/3，这其中隐含的历史意味着胶东半岛北部人群实际为史前南迁的满洲居民。而近代所谓的闯关东大移民，从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这些旧满洲后裔回迁到满洲。如同历史上一次次翻越长城封锁，用脚投票投奔自由的人们一样，他们在来到关外后，很快融入了满洲共同体。素以质朴宽厚著称的满洲人，对新移民热情接纳、拉帮，教会他们在苦寒环境里的生存技巧，没有任何中国文化传统中常见的歧视和偏狭。由于环渤海地区，特别是燕辽地区，与满洲八旗共通语满大人语高度一致，很快形成东亚最标准的满大人语区。新规划的人们很快向旗人学会了睡火炕、腌酸菜、下大酱、灌血肠、贴饽饽、挂油车、歘嘎啦哈、穿雾了、赶爬犁，从语言、风俗、饮食习惯和价值观等各方面，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关东文化圈。这就是现代满洲人和满洲国民的基石。同一时期，北美大陆也逐渐形成了以清教徒为核心、欧洲移民为主体的美利坚民族。他们不希望再与战乱频仍、道德沦丧的旧大陆沆瀣一气。北美13块殖民地上虔诚奉神的人们，逐渐走上独立建国之路。作为东北亚新大陆的满洲，发生的事情与北美如出一辙。满洲八旗和新加入满洲的移民们，也在100年磨合中逐渐形成现代满洲人。他们天性渴望自由，反抗暴政，保留着满洲自古以来生生不息的文化、政治传统，具有较强的自治能力。他们千里跋涉，切腹疆除，逃离中国地区的战乱、灾荒、洪水、瘟疫。能够到达满洲并生存下来的人们，在智力和身体素质上
均有过人之处。满洲的三将军辖地是一块真正自由的处女地，广阔的原野等待着他们去开垦耕耘，没有编户齐民的官吏作威作福，只要有能力、勤奋的工作，就很容易拥有自己的土地和产业。同时代的中国地区，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帝国体制下的南中国，大量过剩人口在扭曲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邪教化宗教组织拜上帝会，随即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暴乱和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即血腥残酷到无以复加的太平天国之乱。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匪首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集团蹂躏了除甘肃之外的所有中国省份，而关外的满洲则远离这一切修罗战场，生活安逸，丝毫不受拖累。大清帝国晚期已经重度中国化，官僚体制积重难返，面临着国际局势的挑战，控制力每况愈下。而西方一日千里，欧美各国争相将目光投向远东，在东部沿海形成一连串的通商港口城市，成为西方文明秩序输入的窗口，甚至沿长江而上，直到内陆巴蜀之地。在镇压太平天国暴乱的过程中，大清政府放松了对地方军绅势力的管控，使得晚清时代大量地方自治组织纷纷涌现。由于八旗和绿营承平日久，战斗力削弱，难以扑灭太平军，因此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地主阶级开始组建民间武装，形成了湘军、淮军，并通过血战最终攻克南京，灭亡太平天国，并对南京进行了屠城。19世纪中叶，东北亚沉寂良久的日本，在被美国黑船打开国门后，迅速发起了维新运动。由于德川幕府并不是中国式大一统社会，而是与西欧满洲类似的封建性社会，因此在外有强敌内有雄藩的环境下，幕府很快放弃了权力。维新派建立了新政府，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启了明治维新，使日本在短短几十年内一跃由落后的东亚边缘跻身为现代国家。日本的崛起意味着东北亚的再度复兴。古老的黑雕之路上，俄罗斯人取代了粟特人，驼铃和马队在新世纪变成了铁轨和火车。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始修建，计划连接莫斯科直到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俄罗斯帝国东西两端，对俄国版图的巩固和东北亚的发展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这一工程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也是显而易见。俄罗斯东进的擘画让已经清醒的日本如坐针毡。显然，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车之日，也就是哥萨克铁蹄南下之时，没有战略纵深，困守孤岛的日本届时只能束手待毙，仰人鼻息。东北亚的棋局上，甚至是整个远东的大博弈，就此在日、俄、清围绕着满洲展开。日本希望在俄国势力南下之前，争取时间构筑起日本的安全空间。
不少日本思想家如盛海洲等人仍然天真地认为东亚、清日韩三国应该互相提携，共同对抗西方，因此提出泛亚主义或者大亚洲主义。但很快便有人发现，清国和朝鲜对面临的威胁并不敏感，特别是对东北亚俄国步步紧逼的态势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最要命的是，清韩两国对维新改革无动于衷。不但如此，面对日本大声疾呼和善意提醒，完全中国化的大清官僚对日本极为轻蔑，闭目塞听，麻木不仁。因此，福泽谕吉在失望之余写下著名的《脱亚论》，提出日本不能坐等开明，而应脱离大清朝鲜这些恶邻，融入世界文明，与西方共进退。1884年，朝鲜发生民变，大清作为朝鲜宗主国，派袁世凯领兵帮助朝鲜平息动乱。日本也同时出兵，并在事后要求大清允许朝鲜建立现代国家，改革内政。这本是正当之举，但遭到大清帝国拒绝。袁世凯甚至认为应该趁机将朝鲜并入大清，设置行省。因此，日清两国矛盾激化。7月，朝鲜改革派发动政变，并成立了以金弘吉为首相内阁。新内阁全面倒向日本，力图摆脱大清帝国，实现国家独立。而日本也看到，要保卫东北亚和东亚的安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中国化的大清帝国成事不足。当时，大清通过洋务运动，已经建立了东亚规模第一的北洋水师。日本感到与大清的冲突不可避免，因此争分夺秒发展海军，皇室带头捐献，官员自动降薪，社会踊跃购买国债，倾举国之力从欧洲购买新式战舰。1894年7月，丰岛海战标志甲午日清战争爆发。9月17日，伊东佑亨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与不可一世的北洋水师在黄海展开激战，成功击败北洋水师，迫使其龟缩于威海卫。黄海海战是人类进入铁甲舰时代之后第二场大规模海战，此后联合舰队取得制海权。同时，日本陆军向清军防守的平壤发起总攻，参与作战的清军内部派系林立，来自南中国的淮军、湘军缺乏合作，很快被击败，溃逃数百公里，进入辽东。10月25日，日军渡过鸭绿江，追击至满洲，一路摧枯拉朽，湘军、淮军望风披靡。11月21日，仅一天，大清帝国经营10年的重镇旅顺要塞即告陷落。之后，日军肃清了一部分化妆成平民抵抗的正规军，被美国记者 James Creelman 渲染为旅顺发生屠杀。但事后，美国驻日本大使专门组织的调查表明，这一报道实属为了骗取报纸销量的标题党。而英语世界标题党一词 Yellow Journalism 也从 Creelman 这篇报道滥觞。中国的宣传出于扮苦主的心态，往往断章取义，将这篇报道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愚弄公众。在日军逼近盛京的情况下，清廷紧急调遣满洲军团出战。1895年1月开始，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
等率领满洲军团主力190余营，与日军在海城展开大规模会战。不同于之前湘军、淮军的一触即溃，满洲军团虽然装备落后，但兵员素质高，士气旺盛，为满洲本土而战，奋勇争先，先后开展了5次大规模收复海城的战斗，史称5复海城。其中2复海城时，民团首领人称韩边外的韩登举亲率一营兵力登城，几乎夺回了海城，但因缺乏增援，不得不撤退。由此可见黑龙江边军和民团的战斗力之强。在4复海城的战斗中，黑龙江军团的统领寿山在子弹贯穿腹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仍然沉着指挥所部骑兵将日军击退，堪称满洲军神。3月，日军第1军司令官野津道贯为解海城之围，提出佯攻辽阳、拾取牛庄的计划。部分师团做出攻取辽阳的姿态，清军中计回援，日军趁虚攻占鞍山，继而歼灭湘军最后一支有生力量，占领牛庄。牛庄为清军补给重镇，失守后，清军只能撤退，满洲军团5复海城之战因此无功而返。同时，南线胶东半岛，1月20日，日军第2军共25000人，在海军掩护下登陆，迅速攻占威海卫。北洋水师变成瓮中之鳖，提督丁汝昌自杀，北洋水师投降，10艘军舰被俘，全军覆没。辽东的战斗也随着日军取得田庄台会战的胜利而结束，至此清军无力再战，通往山海关和北京的道路已经再无屏障。大清帝国迫于形势，选择议和。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下关条约，规定大清放弃册封朝贡关系，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白银。但俄国意图占领整个满洲，不能容忍日本占有辽东，因此在条约签订6天后，即联合法国、德国3国干涉，迫使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日清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向大清帝国境内散发了开城忠告18省之豪杰檄文。18省即指大清帝国统治下的中国地区。这一檄文号召中国像朝鲜那样摆脱大清帝国的统治独立，而加入日本阵营，形成泛亚洲主义，将西方满蒙势力排除在外。在南中国，这一号召立刻引发了极大共鸣。孙文、黄兴、张炳麟等人都主张驱逐满洲旗人，实现中国的复国独立。因此，孙文很快成立了同盟会组织，积极谋划反清复国。日本对清战争的胜利，使得远东的形势发生巨变。原本英国和俄国的博弈，增加了新的玩家日本，而俄国对大清的外交仍然是一本万利。为了感谢俄国帮助大清赎回辽东，清政府同意俄国租借旅顺，并兴建城市达里尼，日文音译为大连，即大连市关东州的前身，并开始修建大清东省铁路，即东清铁路。日本虽然浴血奋战，但仅仅保住了韩半岛，却没能保住满洲。
而俄国不费一兵一卒，名正言顺将整个满洲纳入势力范围，整个东北亚面临丧失独立的危险。面对这样的局面，日本虽然取得甲午战争胜利，但战略困境反而更加恶化。朝鲜的明成皇后等亲俄势力迅速壮大，而朝鲜内部的改良派则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推进维新改革，因此双方逐渐势同水火。亲日派联合日本势力发动乙未事变，杀死明成皇后，建立亲日内阁。朝鲜儒生发起义兵运动，却被亲俄势力所利用，杀死了金弘吉等人。1896年，朝鲜高宗逃入俄国使馆，史称俄馆播迁，随即成立亲俄内阁。日本在韩半岛的存在也岌岌可危。日俄对立使韩半岛有了完全独立的可能。1897年，朝鲜王国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在法律地位上与大清、日本、俄国完全平等。虽然制定了宪法，当时的韩国实际仍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俄国在满洲和韩半岛的步步紧逼，使日本意识到要确保东北亚不被俄国完全掌握，战争几乎不可避免。大清帝国治下南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试图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社会改良，但大清帝国已经是完全中国化的集权帝国，既丧失了原来满洲的封建性社会结构，又废除八王议政，不同于日本的虚君传统。因此，这场名为百日维新的变法闹剧很快失败。这更进一步坚定了南中国革命者反清复国的信念，也让日本的有识之士看到，如果不解体大清，大清必将整个东亚拖入万分被动的险境。1896年，清俄签订密约，联俄抗日，允许俄国在满洲修建东清铁道。由于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远东段需要绕行外满洲到达太平洋军港弗拉迪沃斯托克，而直接从满洲里到绥芬河打通的话，可以节约1000多公里路程。1897年8月动土兴建，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3线，即为著名的 T 字铁道。1903年7月14日，东清铁路全线通车营业。东清铁路的建成开启了满洲现代化的历史。尽管俄国的铁路规划出于自身的战略意图，但客观上对满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大清帝国的其他地区仍然马拉人扛时，满洲的发展已经建立在了钢轨之上。和历史上的黑雕之路一样，随着铁路而来的是大量的俄国人、犹太人、欧洲人在满洲聚居。东清铁道的枢纽哈尔滨也因此而开埠，成为远东的欧洲化城市。哈尔滨西连欧洲，东连太平洋，是仅次于上海的东亚第2大国际性都会。满洲这一梯形铁道城市分布格局，直到今天仍然保留原貌。沿线上100万满洲人因此而获得工作机会。欧洲的文化、思想、工业、金融、艺术源源不断流入满洲。
与满洲原有的文化政治传统结合，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华。东清铁道也使俄国事实上控制了铁道沿线，俄国对铁道附属地享有行政、司法、警察、驻军、课税等权利。尽管名义上主权属大清，但事实上成为俄国领土。大量俄国驻军移民来到满洲，也使大清帝国的集权统治难以充分覆盖。这客观上保护了满洲的自发秩序和社会组织的成长。1900年，北中国地区以山东、河北为中心爆发义和团暴乱。中国人典型的愚昧无知，加之清政府部分官僚的纵容放任，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极端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沙文主义迅速在民间爆发。暴民和部分清军公开杀害日本、德国外交官，围攻各国驻北京使馆。各地暴民杀死了大量西方传教士和教民，甚至有很多人仅因为使用西洋物品就被当场杀害。滔天暴行使得各国不得不立即组织联军平暴，直捣北京，解救被困人质。满洲这一次也未能幸免。4月，义和团派出人员北上满洲进行串联。5月，齐齐哈尔开始出现义和团组织。6月，南满奉天周边义和团暴民布满铁道沿线。7月，北满各地大量出现暴民组织。一部分中国来的筑路工人夹杂着满洲本地流氓无产者，对俄国铁道、电线等设施进行疯狂破坏，并烧教堂、杀教民，威胁各国侨民生命财产。在短短几十天内，义和团共拆毁铁路587公里，破坏了所有电话线路，毁坏车头45个，平车1600节，烧毁桥梁近1万米，枕木50万根和大量铁道设施，致使东清铁道工程全部停工，直接损失达7000万卢布。俄国调集数千军队，准备进入满洲撤侨护路，但被黑龙江将军寿山拒绝。由于清政府公信丧失，俄国人根本不相信清军能够平息暴乱，而寿山认为俄军进入会激化矛盾。6月21日，清廷发出令人错愕的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清军与义和团一起攻击外国人。东南中国地区拒绝听命于荒唐的清廷，史称东南互保。但满洲地区开始认真准备与俄国进入战争状态。7月10日，黑龙江吉林将军计划联合进攻东清铁道的心脏哈尔滨。7月14日，失去耐心的俄军开始在海兰抛强行渡江，但被清军击退。俄军救人护路心切，但渡江受阻，遂将满腔怒火发泄在海兰抛和江东64屯的满洲居民身上，先后杀死数千人，绝大多数为无辜平民。7月22日，寿山将军正式对俄宣战，并以满洲人的骑士精神允许哈尔滨的俄国妇孺及非武装人员撤离。7月25日，清军配合义和团开始向哈尔滨发起进攻。哈尔滨俄军护路队通讯和粮食断绝，形势岌岌可危。
数百清军和全匪击退俄军占领原据烧锅，但暴民军纪废弛，得过且过，立刻开始杀牛宰猪，痛饮狂欢，结果被俄军集中兵力一举全歼。原据烧锅的惨败使江北清军士气全失，迅速撤退。俄军趁势追击，并很快瓦解了周边的清军攻势。这场哈尔滨围攻战惨淡收场。8月，俄军在远东集结10几万军队增援，多路并进，攻入满洲。在俄军强大的火力下，清军和义和团匪帮根本无法抵挡。8月4日，俄军攻陷爱辉。8月28日，俄军逼近黑龙江首府齐齐哈尔城，并炮击城内。寿山将军、满洲骑士的高贵武德全部浪费在这场荒唐战争上，并耻辱失败，悲愤自杀，成为满洲的悲剧英雄。俄军在2个月内完全占领满洲全境，这一次驻军达到了惊人的18万人。这支军队足以踏平清帝国，征服整个东亚。由于北满人口稀少，俄国移民时间甚至早于清国移民，俄裔数量十分庞大，北满并入俄国只是时间问题。经过庚子拳乱，大清帝国进一步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南中国革命党愈演愈烈，满洲、内亚被俄国、英国势力覆盖，帝国解体指日可待。清俄密约一经曝光，西方列强争相在中国沿海地区进一步划分势力范围，建立租界，形成一连串远东自由市，推动了中国地区的文明开化。地方自治市政议会、工部局 （Municipal Council） 纷纷出现，这才是真正现代国家应有的形式，与后来中国流氓无产者建立的新版集权帝国不啻霄壤之别。英国希望制约俄国南下的势头，而又不想脏了自己的手，因此扶植日本制衡俄国，作为远东代理人。1902年，英日结成同盟。日本面对俄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心急如焚，而大清帝国病入膏肓，行将就木。日本除了自强，别无他法。俄国吞并满洲的企图，使各国出面干涉，要求俄国从满洲撤军。俄国慑于国际形势，于1902年4月同意撤军，但事后出于远东战略的考虑和对安全的顾虑，俄国并未严格履约，而是不断拖延，并设置远东总督对满洲进行实际控制。清廷此时已经彻底沦为旁观者，只能向日本求救，将俄国提出的撤军新条件透露给日本。日本立即向俄国提出交涉，然而俄国一向轻视日本，因此交涉毫无结果，谈判破裂，清国任人宰割，而日本被逼到墙角。1904年2月6日，日本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并宣布断绝日俄外交关系。2月8日，日本海军攻击停泊在旅顺港的俄国旅顺舰队，日俄战争爆发。从国力对比看，日本远远不及俄国，甚至比甲午战争中对清国的劣势更加明显。但在国际上，日本更受西方国家的同情，且有英国的支持。由于日本联合舰队在力量上要高于俄国太平洋舰队，
因此，俄太平洋舰队在初期作战失利后，即退守旅顺港固守，等待波罗的海舰队支援。届时两支舰队会合，则可以在力量对比上彻底碾压联合舰队。而日军则需要争分夺秒，赶在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前解决太平洋舰队，否则必败无疑。而日本海军始终无法突破旅顺岸防炮台和舰队的联合火力，因此只能在陆战上谋求突破。4月，日本陆军成立满洲军，分为3部。第一军渡过鸭绿江，击败俄军，向北发展；第二军则于辽东半岛登陆，攻占旅顺半岛南山阵地，并在随后的战斗中将南下的俄军击败，从而使旅顺港变成一座孤城。由乃木希典指挥的第3军则负责发动对旅顺港的攻坚战。而俄军太平洋舰队不愿束手就擒，试图突围逃往弗拉迪沃斯托克，但8月10日在黄海海战中被日军拦截，损失惨重，只得退回旅顺港。俄国经营多年的旅顺港被称为远东第一要塞，也成了日本陆军的绞肉机。乃木希典的第3军在进攻旅顺要塞时遇到极大困难，一度采用人海战术对要塞进行强攻。第1次总攻即战死超过5000人，负伤过万。随后又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内发动了共3次总攻。乃木希典的2个儿子均战死。1904年11月至12月，日俄双方在旅顺203高地展开决定性的搏杀。12月5日，日军最终彻底占领203高地，并借助地利炮击旅顺港内的太平洋舰队，将其彻底歼灭。1905年元旦，日军对旅顺要塞发起最后的攻击，俄军残部向日军投降，至此，日军投入13万人、伤亡6万的旅顺会战结束。日本陆军以惨重伤亡攻克要塞，全歼俄军太平洋舰队。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联合舰队，按照参谋秋山真知的计划，在对马海峡阻击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此时更名为第2太平洋舰队。由于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禁止俄军通过，不得不绕行大半个地球，已经失老兵疲。1905年5月27日发生遭遇战，日军以逸待劳，摆出著名的 T 字阵型。东乡大将旗舰三利号打出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各圆一层，奋力努力的 Z 字旗。日本海军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仅以损失3艘鱼雷艇的代价，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第2太平洋舰队2/3军舰被击沉，一战摧毁了俄国远东的海上力量。此后，俄国的海军一蹶不振，日军在士气、战术、技术上都胜过俄军。下濑火药的使用以及日军精准的炮击技术，都是这场悬殊胜利的保障。俄国国内因为战败、经济困难以及日本间谍煽动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动革命，已经无法继续战争。而日本也已经财政枯竭，因战争耗费17亿日元，债台高筑，伤亡20多万。明治维新以来，兵源储备几乎拼光，国力接近极限。因此，两国和谈，签订普茨茅斯合约。
在清国无力保护臣属的情况下，日本终于拼尽全力保住了满洲不被俄国吞并，并将整个韩半岛和满洲南部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通过巨大的牺牲带领东北亚再度崛起，并且鼓舞了欧亚大陆许多被俄国吞并国家的反抗强权和独立的信心。战争期间，满洲人组织了满洲义军加入日军，对俄军实施敌后作战。今天的福冈市崇福寺内玄阳社墓地仍立有满洲义军志士之碑。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接管控制了南满，包括东清铁路自长春至旅顺段，改称南满铁道。俄国继续控制北满。日俄战争的惨败对俄罗斯帝国的打击是致命的。1907年，清帝国将满洲三将军辖地改为东三省，设置东三省总督，但东三省与中国地区的18省仍然属于完全不同的治理模式。相对于18省的吏治传统，满洲的自由度更高，社会自治能力更强，而且在东清铁道建成后和南北分属日俄管理的情况下，迅速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得益于满洲千里平原，满洲近代农业从一开始就呈现集约化和机械化的倾向。与中国地少人多、土地兼并引起的社会危机相比，可谓判若云泥。日俄的势力划分也恰到好处地抑制了清帝国的集权统治，客观上促进了现代国家的自治市政的生长发育。同时期的中国地区则陷入风雨飘摇的暴力革命之中。本来大清帝国的满洲贵族希望通过君主立宪来实现政治的转型，但大清帝国并不是民族国家，同时帝国的各部分彼此差异巨大，特别是南中国地区的知识分子开始形成中国认同，希望将清帝国和旗人作为外来征服者驱逐出中国地区。以孙文为代表的同盟会等组织多次发动暴乱、暗杀等活动，因此他们并不真正希望立宪成功，而是寄希望于一蹴而就，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中国政治传统素来缺乏保守渐进之德性，而是以暴民政治的急功近利为核心。所以革命党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没有文化基础，没有社会基础，更没有民情基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改变。真正决定大清命运的是晚清以来西方文明来入，中央集权体制松动后自发产生的地方性军绅势力，如湘军、淮军，以及在甲午战争之后崭露头角的北洋新军。北洋新军的缔造者袁世凯，自然成为大清帝国命运的决定者。同时，日本也出现大量支持大清解体、中国独立的组织，对革命党提供援助。1908年11月，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病逝，年仅3岁的溥仪即位，即宣统帝，生父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由于历史上大陆帝国对日本的威胁都是以韩半岛为根据地，例如元帝国的东征，因此韩半岛对于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至关重要。在日俄战争胜利后，
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自身在韩半岛的存在和影响，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胁迫。尽管达成了战略目的，但也引发了韩国朝野情绪的反弹。1909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会见俄国使者时，被韩国刺客安重根刺杀，一时轰动东北亚。但从当时日韩的处境看，联手拒俄未尝不是唯一正确之选。1910年，日本与韩国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形成类似联邦帝国的大日本帝国，两国皇室合而为一。1911年10月10日，新军中的革命党发动武昌暴乱，即中国所谓辛亥革命。清廷以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前往平定动乱，以北洋军剿灭革命军，实际易如反掌。但袁世凯利用革命军暴动作为契机，养寇自重，故意停止进军，待价而沽，一面与革命党人谈判，一面威胁清廷交出权力。由于袁世凯手握北洋军，同时先后得到了英国和日本的决定性支持，孱弱的革命军不得不就范。大清皇室权衡之下选择了妥协，以避免进一步的流血冲突。清皇室的克制和妥协确保了这是一场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因此以袁世凯为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北洋政府。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退位，与北洋政府签署清室优待条约。大清皇室放弃权力，将帝国遗产整体交给北洋政府管理，皇帝保留尊号，北洋政府承诺提供开支。至此，大清帝国寿终正寝。但北洋政府并不能完全控制整个帝国的遗产，而控制区域仅限于北中国的几个省，南中国仍由革命党和地方政权控制。蒙古国则直接宣布独立，建立博克多汗国，退出了自1635年以来的满蒙联邦。同时，西藏也驱逐大清官员，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直到1952年被中国再次非法吞并。满洲则出现了以张作霖为核心的奉系军绅政权，形成事实独立。张作霖字雨亭，满洲奉天省海城人，祖籍幽燕地区，属于广义的满洲。在清末纷乱的时代，广交当地豪强和绿林人士，成立私人安保武装保险队，以武力维护士绅和地方的安全，被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重用，担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在清帝退位后，赵尔巽和张作霖一度希望将巽帝迎来满洲，但由于形势发展而作罢。当时的南中国革命党派遣蓝天卫渗透入满洲，被激进的共和派推举为所谓的关外革命军讨虏大都督，企图发动暴乱，驱逐总督赵尔巽，控制满洲军政，将满洲也拖入中国暴民的革命泥沼。但南中国革命党的这一阴谋被赵尔巽识破，在满洲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赵尔巽的布置下，张作霖将蓝天卫驱逐出满洲，迫使其逃往上海。南中国革命党人对满洲的狼子野心被挫败。其后，赵尔巽受袁世凯聘任，
出任清史馆馆长，主编清史，遂有清史稿传世。1912年，张作霖出任陆军师长，帮助袁世凯镇压南中国革命党暴徒，维护满洲的安宁。1915年，袁世凯上演称帝闹剧，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虚伪。既然袁世凯迫使清帝逊位，以共和取代帝制，但自己又恢复帝制，这种如同儿戏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南中国革命党的风起和北洋军阀的离心。袁世凯很快病亡，中华民国彻底分裂为南北对立，各地军绅政权纷纷自治，或者形成事实独立，恢复到了诸夏的多国状态。此后，北洋政府恢复共和体制和名义统治，但南中国革命党人浅薄偏执，开始频繁发动北伐，一定要推翻大清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北洋政府，并且一定要建立一个中国化的大一统国家，开始了毁清造清的荒唐轮回。对于中国地区，问题根本不在于立宪与否，而是中国革命党只要推翻大清帝国，让中国独立，对接下来如何走根本没有长远打算。而暴力革命带来的必然是暴民政治，抛弃虚君的人们必然迎接暴君，而立宪之花却在忠于大清与其合法继承者北洋政府的满洲地区圆满成功，结出硕果。满洲三省议会联合会和随后产生的三省保安联合会成为满洲宪制的核心，并成为北洋时代最成功、最稳定的地主资产阶级政体，成为远离中国战争饥馑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世外桃源。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俄罗斯帝国被共产主义灭亡，苏俄帝国横空出世，为20世纪的历史带来邪恶的阴云。由于在武力和政治上都根本无力撼动中国地区的诸夏军阀，更对满洲的奉系政权构不成任何威胁。为了实现邪恶的中国式大一统，南中国的革命党匪帮开始将橄榄枝投向新兴的苏俄红色帝国。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底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
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大海呀故乡，大海呀故乡，我的故乡，我的故乡。